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SCP-116，这是一个骨骼异常的脆弱男孩，看似弱不禁风，然而他却一直会有产生自杀的倾向，而且正常人都无法直接跟他对话。如果你去了解他的语言，可能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弱智。那这个神秘的男孩究竟是谁？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，和正正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奇怪的男孩吧。SCP-116的外表是一名大约为9岁的白人男孩，他的全身、四肢以及头部有98%的皮肤被灼伤，并且结痂留疤。SCP-116的骨骼结构又与一般人类的构成方式有显著的差异，它所有的骨骼都很脆弱，容易破碎。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SCP-116缺乏骨骼关节。它虽然具备完整的自主行为能力，但这样做往往会导致运动到的相关骨骼都会粉碎性骨折。SCP-116在克服此特质的过程中展现出惊人的复原力，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再生硬骨的部分。然而他在被捕获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语言能力，但他唯一掌握的语言是英语，但是每个单词之间都无法与前后文产生关联，表达混乱，甚至有缺漏。如果你花大部分时间在理解研究 SCP-116 的语言上的话，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，比如研究者的心智会面临长期退化。SCP-116 的语言模式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，基金会的翻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。根据研究显示， SCP-116 具有低水平的心理感应能力，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研究者的大脑功能恶化。根据第1条的记录，在某一年的5月29日 ，SCP-116 已经开始表现出极端的自杀倾向。基金会工作人员要求修改监视和遏制协议，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害。根据第2条记录，是在6月19日，某博士对 SCP-116 独特的语言很感兴趣，于是和团队一起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。结果如下：我们至今不知道为什么 SCP-116 会以这种方式沟通，没有找到任何明确的推理结果。果然，他说的是英语，但其中的运作模式与我们熟悉的英语截然不同。由于 SCP-116 骨骼结构异常，目前也还没有尝试让 SCP-116 写成书面语言。对他来说，尽管他的痛觉感受器已经变得迟钝，但是说话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。我对该项目如何与现代英语产生互动的课题相当感兴趣，因为很明显，我们对他说的话，他听起来也是一样的含糊不清。在 Site-19 工作的这些年里面，我从未见到过如此特别的语言学科题。我将会继续研究并记录下结果。根据第3条记录，是在6月30日，内容是关于 SCP-116 最近的自杀倾向以及应对措施。第一，重量大于8磅的实体设备不得携入收容单位中。第二，所有的内部守卫需要拔除犬齿，磨平后才可直回。第三，安保等级提升至 RT5， 进入收容单位前需进行彻底搜身与 X 光检查。第四，如果 SCP-116 发生窒息或缺氧情形，内部守卫应立即执行 CPR 急救。建议 SCP-116 就算无生命危险，也应连接到生命支持装置上，以防意外的自残行为。根据第4条记录，是在7月11日 ，SCP 基金会终止了对 SCP-116 的研究，直到另行通知，将某博士与 SCP-116 的语言及心理感应研究者单独囚禁起来，直到他们的失智症与精神分裂症状消退。涉及 SCP-116 的人员应隔离，直到另行通知。曾与 SCP-116 发生肢体接触的特工也必须进行全套骨骼移植。SCP 基金会正在考虑是否处决所有内部守卫。根据最后一个记录，是在3月12日，考虑到 SCP-116 有自杀倾向，对涉及人员的有害影响以及研究方面毫无进展，建议让 SCP-116 在受控制的环境之下自我了断。整个计划截止目前为止都在显示这只是在浪费资源，也许尸检结果能够提供我们一些解答。目前 SCP-116 被收容于16米乘以16米的牢房当中，并且所有表面上均铺有1米的多孔橡胶垫。任何人在进入收容单位前应具备对项目的充分知识与安全措施。收容单位应随时处于6名特工的监视下，其中4名特工位于角落，2名特工跟随着 SCP-116。单位内的特工不得携带尖锐物体或侵入性的实验器材，同时使用设置在高处角落的 VPSO5式针孔相机，由另外2名特工进行外围监测。如果发生任何可疑情况，立即执行 Cheers 程序 Delta。所有内部与外部的监视特工应接受2个月一次的 IQ 检测及标准的心理学分析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正正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 SCP-116 就是从外太空来的，但由于它还未成熟，到了地球之后，身体的所有状态都会变成异常脆弱，而且是达到那种不想活的程度，那实在是太痛苦了，所以一直有自杀倾向，于是就被基金会当作异常收容物给收容了。一旦有任何试图破解他语言的异族人出现，就会唤醒他的种族本能，让研究者们的大脑退化乃至精神分裂。那小伙伴你们怎么看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那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跟分享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